24日晚，杜罗夫于在法国布尔歇机场被捕。法国相关部门在25日宣称将延长对他的羁押。26日周一，法国总统马克龙着急忙慌的就在社交平台 X 上立马发声，否认杜罗夫被捕是政治决定。杜罗夫是谁？何以惊动马克龙，还让他这么着急就出来发声？杜罗夫全名帕维尔·杜罗夫，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年轻企业家，全球知名即时通讯应用 Telegram 的创始人。39岁的亿万富翁，青年才俊，却被指控涉嫌有组织犯罪、贩毒、诈骗、网络欺凌以及在其平台上宣传恐怖主义等罪名。高度自律，拥有堪称完美的身材和颜值，且还未婚，却自己爆料在全球已有100多个孩子。出生于俄罗斯，创立俄罗斯版 Facebook。2021年8月却突然宣布获得法国公民身份，拥有法国和阿联酋双国籍。这次在法国被捕，俄罗斯却着急要人。这一坨坨巨大的谜团，一坨坨巨大的疑问，让我们走进他的传奇人生去寻找答案。少年神童横空出世，帕维尔·杜罗夫1984年10月10日出生在苏联的列宁格勒，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。他的父亲瓦列里·杜罗夫是一位语言学博士，母亲阿尔宾娜·杜罗娃则是一名语言学者。家庭环境充满了知识的氛围。在他4岁时，杜罗夫一家搬到了意大利的都灵，父亲在当地的大学任教。杜罗夫在意大利度过了大部分童年，接受了意大利的教育，学习了多种语言。这段经历丰富了他的文化视野，并培养了他对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敏感性。2001年，杜罗夫回到俄罗斯，进入圣彼得堡的实验学校，后考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，主修语言学。在大学期间，他对计算机编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开始自学编程语言，并参与多个科技项目，展现出过人的才华和对技术的热爱。杜罗夫是一位神童，很小的时候就赢得了各种国际编程比赛的大奖。杜罗夫不仅在学术上表现出色，还积极参与学生组织和活动。他在大学期间创建了一个名为学生网络的网站，帮助学生交流和分享信息。这个项目为他后来的创业打下了基础。创立 VK 一鸣惊人。2006年，杜罗夫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语言学系毕业，主修英语语言学和翻译，同时学习编程，并创建了许多非商业互联网项目。2007年，杜罗夫与哥哥尼古拉·杜罗夫共同创立了类似美国社交平台脸书的网站 VK-on-Talk。这个平台迅速在俄罗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成为年轻人交流的主要渠道。VK 的设计理念是让用户能够方便的分享照片、视频和音乐，吸引了大量用户。杜罗夫以其独特的管理风格和对用户隐私的重视，吸引了数百万用户。1年后，该平台的用户数量就超过2000万。在 VK 的早期阶段，杜罗夫采取了许多创新的市场策略，例如，他在社交网络中引入了墙的概念，让用户能够在朋友的页面上留言，增加了互动性。此外，他还推出了音乐分享功能，使得 VK 成为俄罗斯最大的音乐平台之一。到2013年 ，VK 的估值已达到30亿美元，杜罗夫的个人财富也随之增长。然而，随着 VK 的不断壮大，杜罗夫面临着来自政府和资本的压力。2014年，他将其持有的 VK-on-Talk 股份出售，并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，离开俄罗斯。他担心受到俄罗斯政府的迫害，因为俄执法人员要求他提供有关该公司组织者的信息，但他拒绝了，于是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涯，开发电报走上人生巅峰。在离开 VK 后，杜罗夫创办了 Telegram。Telegram 是一款注重隐私和安全的即时通讯应用，迅速获得了全球用户的青睐。Telegram 的特点在于其强大的加密技术和对用户隐私的保护，使其成为反对极权主义者和隐私保护者的首选平台。2014年用户数量达到1500万，2020年为4亿，到2024年7月约为 9.5 亿。电报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之一。杜罗夫对 Telegram 的愿景是创造一个自由、开放的平台，让用户能够在没有审查和干扰的情况下进行交流。他的这一理念与区块链技术的精神相契合，因此
Telegram 也开始探索与加密货币相关的项目，如 Telegram Open Network。Telegram 与区块链的合作使其能够在加密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。TON 旨在为 Telegram 用户提供快速、安全的去中心化支付和数字身份服务。Telegram 还推出了 Wallet Pay 功能，允许用户在应用内直接进行加密货币支付。截至2024年 ，Telegram 的月活跃用户已突破9亿，位列全球即时通讯软件的前4名。这一庞大的用户基础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交平台，吸引了大量用户参与和互动。Telegram 不仅仅是一个聊天工具，还提供了丰富的功能，包括频道、群组、机器人和 Mini Apps 等。用户可以创建包含多达20万成员的群组，方便进行大规模的讨论和信息分享。Telegram 以其对用户隐私的重视而闻名。杜罗夫坚持不审查用户的私人对话，强调所有私人群组的对话都不会被监控，这使得 Telegram 在用户中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度。Telegram 采用端到端加密技术，确保用户的聊天记录和数据安全。其推出的 Telegram Passport 功能，旨在帮助用户通过统一授权完成身份识别服务，所有身份信息均以加密方式存储。Telegram 的成就不仅体现在用户数量和市场地位上，更在于其对隐私保护、加密技术的重视，以及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角色。由于其隐私保护政策， Telegram 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了抗议活动和社会运动的重要工具，尤其是在中东和东欧地区。许多反对派和活动人士利用 Telegram 进行组织和沟通，推动社会变革。Telegram 的政策引发了各国政府的关注和不满，尤其是俄罗斯政府曾试图封锁该应用，但未能成功。杜罗夫因拒绝向政府提供用户数据而与当局发生冲突。2024年8月，杜罗夫首次登上亿万富翁排行榜，以91.5亿美元的财富排名第279位，在俄罗斯人中排名第17位。电报平台估值高达300亿美元。根据福布斯杂志的估计，杜罗夫个人财富超过150亿美元。全球白子第1人帕维尔·杜罗夫平时生活极其低调且自律，他是素食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，常年穿着黑衣，热爱健身，拥有健美的身材和英俊的面容。杜罗夫曾说：“我是自由主义者、禁酒主义者和素食主义者，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，提倡摆脱个人财产的束缚。”他目前没有结婚，居住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。他与前伴侣 Daria Bondarenko 育有1女1子，母子3人住在巴塞罗那。尽管孩子们的身份不明，但已经被列为俄罗斯最富有的继承人之一。杜罗夫鲜少接受采访，但他的一举一动却时刻被关注着。上个月底，杜罗夫突然在自己的社媒上爆料，他自己在未婚的情况下，全世界各地拥有100个亲生孩子的事情，一时震惊了全网。杜罗夫在社交媒体上提到，15年前，他因朋友的请求而成为了一名精子捐赠者。朋友和他的妻子因生育问题无法正常生育，向杜罗夫提出了捐精的请求。起初，他对此感到惊讶，但最终还是同意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杜罗夫逐渐了解到，自己通过捐精帮助了12个国家的100多个家庭生育孩子。他表示自己并未结婚，且一直喜欢独居。刚得知自己有这么多孩子时，感到不可思议。随后，他也表示自己计划开源他的 DNA， 以便他的亲生孩子能够更容易地找到彼此。他还说，但我并不后悔成为一名捐献者。健康精子的短缺已成为全球日益严重的问题。我很自豪能为缓解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。被捕前曾写道：1995年我11岁的时候，我向自己承诺要每天变得更聪明、更强大、更自由。今天 Telegram 已经11岁了，他已经准备好做出同样的承诺，不管这次被捕的结果如何，各方势力会如何角力。但作为一个创业者、青年企业家来说，他是成功的，我们也祝福他可以更强大、更自由。